换装女王内蒙古主席王丽霞与习近平渊源极深，如今落马成真，震动全场。浙江、福建的大将也接连倒下，习家军腹背受敌。可另一边，习近平却还在高调登场，主持上合峰会，压轴93阅兵。这一切到底意味着强势回归，还是最后的回光返照？好的，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燕青。8月22号，中共官宣，2025年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将在天津举行，时间是8月31号到9月1号。这一届会议规模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习近平将出席并主持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和上合组织家会议。还会发表主旨讲话，并且安排欢迎宴会和一些双边会晤。目前已经确认有22位外国领导人会来参加，其中比较受关注的有俄罗斯总统普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越南总理范明政、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等等。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一些国际组织的负责人也会出席。上合峰会之后，9月2号，习近平将和普京举行双边峰会，那紧接着的就是93阅兵了。不过话说回来，这里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矛盾。习近平这边连着出席上合峰会，安排双边会谈，还要亲自压轴93阅兵，看起来排场和气势都在，似乎权力依旧稳稳握在手里。可问题是，前阵子外界传的是沸沸扬扬，说他大权旁落，元老派围攻，甚至还进了301医院。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是他真的在往下掉，还是依然牢牢坐在核心的位置？不过如果把镜头拉远一点来看，眼下这些热闹场面其实也可能是北戴河已经谈妥的结果。而促成谈妥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习近平自己的身体状况。资深媒体人石山表示，他有向消息源求证，习近平的身体的确出了问题。之前传闻习近平突然进了301医院，还紧急调了上海的专家进京会诊。消息源解释说，这不是说习已经病危了，而是因为习的健康问题太多，什么血压、脑部疾病、胰脏、肝脏、肾脏，反正一堆毛病叠加在一起。最麻烦的是，治疗这些疾病的药物会互相冲突，治那个病的药会导致这个病恶化，治这个病会导致那个病恶化，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只好找各地专家一起来会诊，研究对策。虽然习近平跑去高海拔的西藏露面，似乎是在证实自己的身体还能挑200斤，但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他的身体是出了大问题。其实他自己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也心中有数，否则就不会有下文了。而这个下文就是习近平的身体因素很可能成了北戴河会议上谈判和妥协的核心背景。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服务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那么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您的来源 IP， 也知道您连去哪里。那这就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您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结构，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传送，第一台只知道您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您要去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没办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那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
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接最近最快的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上，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的专属优惠码大10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请大家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进行购买。所以北戴河会议上最有可能谈妥的就是习近平不再连任，他自己身体状况也不好，干脆把权力慢慢让出去，为自己留一个体面的退场方式。到中共21大他就主动退下来。换句话说，北戴河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习退不退。如果这个问题已经定下来，那么其他重要位置的人选也就一并确定了。那接下来中共内部很多积压的矛盾可能就会随之化解，而所谓的化解方式在北戴河刚一结束就已经有迹象传出，并很快流向海外。8月20号，作家吴作来披露了一份来自中共内部人士的新北戴河4条共识，声称是北戴河会议上所形成的内部口径。所谓4条共识大致包括：第一，以稳定为先，维护习近平既有的政治地位，但禁止个人崇拜，确保党领导军队，军队维护国家稳定；第二，习仍统领全局，负责党和国家总战略和理论，但党政军分权，党务、国务、军务由专人负责，常委各司其职，分权协作，制衡。第三，重新制定党内民主选举规则，最高领导人不得连任超2届。第四，中共4中全会将着重应对危机，4中全会后开启中共21大换届准备，确保权力平稳过渡。吴作来的解读是，这背后的决策协调机构实际上由政治老人组成，等于在制度上牵制了习的独断，习正逐步退居幕后。而这种微妙的变化，首先就反映在中共的宣传口径上，习近平的声音又被降调了。彭博社21号报道，习在今年2月份的一次讲话里，罕见地警告地方政府，说拖欠民营企业账款不仅会拖垮企业，还可能严重损害政府和整个社会的信誉。报道指，地方政府拖欠承包商和公务员的工资总额已经高达1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去年中国 GDP 的7%。习近平这话说得很重，还被收入了新华社最近出版的一本书里。可问题来了，党刊《求是》后来刊登这篇讲话节选时，偏偏就把习的这段话给删掉了。而就在外界关注宣传口消音习近平的同时，他的人马也在接连出事。8月22号，中纪委突然宣布，内蒙古区主席王丽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这个消息一出，震动不小，因为拥有换装女王称号的王丽霞可不是一般官员，她的仕途一路往上，跟习近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丽霞出身陕西，在2000年代就在陕西官场崛起。当时她的顶头上司正是赵乐际，有传言说她靠陪伴赵乐际一路升迁，成了政坛上的红人。到了2015年前后，习近平已经把陕西当成了自己的老家地盘。他在访问陕西期间，王丽霞被形容是全程陪侍，深得习的赏识。随后不久，他就被调到内蒙古，直接进入核心班子。这一步基本上改写了他的仕途。2016年当上内蒙古统战部长，2019年又升任呼和浩特市委书记，2021年更被习钦点为内蒙古主席。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提拔了，而是典型的习家班式安排，把他塞进内蒙古这个过去由江派把持的老巢。外界甚至还传过一些八卦，说习在上海视察时旧疾复发，还牵扯到王丽霞的旧情，把他和习的关系炒得沸沸扬扬。也正因为这层关系，王丽霞落马才显得格外显眼。习近平亲手提拔起来的地方一把手，如今却突然被中纪委带走。
更微妙的是，这已经不是近期第一个倒下的习家军人马了。就在王绿霞落马之前，北戴河会议后的第一个省部级大案也迅速落地。8月18号，中共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新夫被官宣落马。表面上这是一个地方高官出事，但实际上他的身份和背景把这个案件的敏感度往上推了好几个档次。高新夫是地地道道的浙江本地官员，在浙江工作了将近30年，从基层一步一步爬上去，最后当上了浙江最大国企浙江建设投资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在破格直升副省长。这样的提拔速度在地方上几乎是罕见的。而关键就在于他的升迁几乎都是在习家班人马的庇护下完成的。习近平主政浙江的时候，高新夫被破格提拔为浙江建投总经理。后来夏宝龙、李强这两个习的心腹主政浙江期间，他更是在短短3年内连跳3级，从建投董事长一路扶上浙江交投董事长，再一步跃升副省长。这种火箭式升迁没有后台是绝不可能的，而且还得是习家的后台。所以高新夫的落马等于是把矛头直接戳到了习近平的浙江老巢。虽然表面上仍是反腐，但实际上折射出的却是当下习在权力格局里的尴尬处境。除了已经官宣的，还有未官宣的。8月15号，时评人蔡胜坤爆料说，前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侨委员会主任于伟国，其实已经被穿夹克衣的人带走1个月了。于伟国的背景也很微妙，在习近平还仅是储君的时候，对于伟国升副部级就投了赞成票。在他第一个任期的最后1年，2017年，更是将于伟国提拔到福建省委书记的位置上。因此，如果于伟国真的被抓，这对于习近平来说，等于他的福建地盘也出了问题。当然，这只是近期出事的习家军，加上之前相继被抓的中共军方高层将领，突然失联的中联部部长刘建超等等。从中共军队到地方大员，从外交系统到内蒙古区主席，习派背景的人接连出事，这是不是反映出习近平在党内的保护伞正在一点点消失？所以习近平眼前的排场看起来虽然风光依旧，但背后的棋局早已暗潮汹涌，是风光还是回光？答案或许要等到4中全会，甚至中共21大才会真正揭晓。好的，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